好，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普京跟习近平现在在这个上合会的时候再度见面啦，两个月内见面了2次。那他们讲说呢，这个习近平称呼普京为亲爱的朋友，而且说现在双方正在推动两国各领域的合作，依照这个既定的步伐呢，不断的稳步前进啊。那习近平还提到了，因为他们这一次的这个上合峰会其实也是一种全球南方团结起来，要防止新冷战。为了要维护两国正当的权益还有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现在在做出一些新的努力。那还有支持俄方履行金砖国家轮值主席国的职责，来团结全球南方防止新冷战，以及呢非法单边制裁跟霸权主义因为好像一直以来都是美国在做一些这样子一直在单边制裁围堵这样的方式。外媒报道呢，这个两个人2个月内第2度见面，那他们将上合组织视为这个国际事务上抗衡美国霸权的一个重要的政治经济团体。那这样的一个等于说对抗美国的组织CNN 的报道是说，中俄为首的这样的欧亚国家俱乐部将要扩大规模，这一次增加一个俄罗斯的坚定盟友，就是白俄罗斯也要加入到这个上合峰会那他是公开支持莫斯科对乌克兰的，那预计白俄也会在峰会上面直接有这个加入的这个程序进行当中。那现在看起来上合也好，金砖也好，都有这样的一个核心角色，就是这个中俄是在这当中最主要的一个核心角色，那当然是以中国为首嘛。所以呢，其实你看看，这是不是也代表了一个新的一个现象，新的这个国际秩序出现了？上合组织跟金砖国家现在作为多极世界秩序的一个关键支点已经开始，这个世界不再是美国说了算，这个世界不再是美国绕着美国而转，已经开始有新的这个全球南方国家成为一个新的多极新势力那习近平有提到，现在这一回也是支持哈萨克加入金砖国家，所以你就发现很多这个金砖国家的这个参与国，或者是上合组织的参与国越来越接近就是我可能先参加完上合，我再去金砖，或是我先去金砖再去上合，那慢慢的这些国家就这样子聚集起来，大家就是要反抗那过去的一种霸权主义。那上合组织的秘书长也说，白俄会成为第10个成员国。这一回其实在白俄罗斯他们有进行他们的这个等于说独立阅兵日还特别邀请了中国大陆的解放军也参加这个白俄解放80年的阅兵活动我们来看看相关的画面，大家就看到说，哇，这一次有看到中国大陆的这个牌面闪耀白俄罗斯他们在阅兵式里面是帅气登场，也引发了这个中国大陆的一些媒体相关的报道那连白俄罗斯它的防长出来的轿车呢，也被大家讲说，哇，这是来自于中国大陆的车，也显示出来中国大陆跟白俄的关系也再度的提升。那这个 CNN 就讲说，现在看起来美国在欧亚大陆已经是没有立足之地了。这个上合组织已经陆续收到，包含了中东、北非、南亚、东南亚这些地区现在都很想要赶快加入这个上合大家庭。那上合也代表着一带一路的这样的一个延伸概念嘛，所以大家希望说，我们是不是现在有另外一股势力，另外一股美国以外的这个新的这个世界上面的一个新秩序出现了，不再要听美国那种门罗主义也好，或者是说，你需要我的时候跟我做朋友，不需要我的时候就开始制裁我，大家已经厌倦这样子的方式所以纷纷靠向这样的一个上合大家庭。那华尔街日报就讲说中亚新一代的精英正在向这个中国进军，中国是未来，所以有很多的中亚的一些人他们开始很努力的在学习中文。以前可能几10年前大家都是唯一学习的就是英语为主，甚至还有一些人去学日语。那可是现在新崛起的这样的一个全球的一个风潮，就是大家要学中文，因为他们觉得中国才是未来那还有这个俄乌的僵局也成为一个主要的讨论点。那我们看这个佩斯科夫就讲说，在俄罗斯这个乌克兰的问题上面，普京跟习近平认为没有俄罗斯参与的和平谈判其实都是没有价值的。那连这个埃尔多安其实也有跟这个普京这一次有讨论到，就是要结束俄乌战争的一些
相关的基础是不是能够符合双方的公平跟和平的一个方式，赶快结束掉俄乌战争？川普也说因为他现在要选举嘛，他要讲说，如果他当选的话，24小时之内结束俄乌战争。那现在泽伦斯基有回应这件事了因为过去看起来他赢面还没有那么的笃定嘛，现在经由这个辩论会之后，泽伦斯基回应了这件事，他说，倘若川普有办法，就不要等到11月总统大选之后再透露细节了，麻烦先说一说，让我们先了解一下，已经把拜登放一边去了是吧？那再来这个川普讲完之后竟然有芬兰这个国家跳出来讲话，他说呢，真的能够结束俄乌战争的人，好像感觉上面是不是有点吐槽川普？是习近平一通电话才能够结束俄乌战争那他为什么突然就转去点名了习近平？那这个说法大陆也有回应中国大陆外交部毛宁发言人他就说，中俄都是独立自主的大国而且中国也不是乌克兰危机的制造者更不是当事方就其实这件事情，当然大家是代表说，可能肯定中国大陆能够在这世界上面把一些那种好像世仇般的国家，能够让他们握手言和，可能是有它一定的一个影响力，但是这也不代表说中国大陆一定要来处理这个俄乌问题所以他是这样子来回应。那现在目前匈牙利的总理奥班是到了基辅，也跟泽伦斯基有一些会谈，大家都希望这场战争赶紧结束吧。我们先来问一下介老师怎么看这个普京跟习近平他们的会面？我觉得就是说，普京前一阵子大概差不多不到2个月前到北京访问那个时候就是说带了非常庞大的代表团，就是说各个负责各自业务的人都去了，那就是已经把就未来的中俄两国的这个合作项目大概都已经把它怎么样，都已经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跟这个行动方案了。所以我想他们这次见面，所以他提了就是说会在既定的道路上稳步前进那你也看到中国大陆前5个月的这个汽车外销第一大市场已经变俄罗斯了。对。34万辆车哇，这个很比第2名高出了很多。那去年2023年中俄之间贸易到我记得是2400亿美元了，非常大的数字。那今年我看这个数字还会往上继续的跳。那当然了，最近有一些事情，就是说，我想这事关中国大陆跟这个俄罗斯都很好聊。第一个就是说，今年10月的金砖峰会，那是俄罗斯要举行的。那他有很多事情，那俄罗斯做轮值主席，当然现在各个重要的金砖成员国都能够有所准备到时候来配合。我想，这次普丁跟习近平见面应该会谈一下金砖的这个方向。那上合组织基本上现在看起来印度有一点点倦情的感觉那这个我想也会就是说共同商讨上合这个组织怎么继续往前走我想也是他们会谈的。不过整体来讲的话，也就是说这个上合组织来讲跟金砖两个一个是经济属性比较大的，就是金砖组织。上合组织是经济的成分越来越重，可是它的一个安全战略的重要性远高于它在经济跟贸易方面的重要性。所以才有这个西方学者就说，事实上美国在这个欧亚大陆已经没有立足之地了。你知道传统的西方的这个全球的这个所谓的战略思想的话，有一个这个陆权理论的讲法，就谁掌握世界岛，谁掌握世界。这个世界岛现在大部分都在谁的控制之下？都在上合组织的国家控制之下。而且呢，在这个从中国从亚洲到欧洲这个中间最重要的桥梁地带从这个中亚到所谓的中东都是上合组织里面的成员，或者是观察员，或者是什么对话伙伴。所以呢，这个组织事实上，如果它继续往前发展的话，真的会把这个整个尤其是美国在欧亚大陆的立足点全部把它消除掉。最后呢，欧亚大陆的大团结造成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陆权会取代海权。那么变为世界的秩序的制定的核心，跟世界发展的重要的推手。好，紧接着请教杨老师。上合组织，大家它全名叫什么？上海合作组织。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所以对西方国家而言，这是一个中国所主导的，以中亚地区为起点，而现在呢，已经扩散到南亚、印度、巴基斯坦、伊朗都已经成为会员。然后接下来白俄罗斯，如果照这个秘书长他所说的，连就是非洲、这个北非、南亚、东南亚、中东都在提出申请，那他将来会地缘的扩大，所以他已经改变就是整个地缘政治的关系。那特别是他这个元首高峰会，今年是在哈萨克举行，习近平前往，这是第12次，习近平每一次都出席，而且在2022年的时候呢，习近平的发言当中已经不把它叫欧亚大陆，它叫亚欧大陆。所以大陆现在对于在上合会以及整个形容我们过去习惯称呼的欧亚，它改名叫亚欧。也就是说，其实这是一个以亚洲为主体，因为中亚地区也在亚洲啊，对不对？那过去因为俄罗斯在这个地方的影响力，他把它视为他的势力范围。但是你知道，在俄乌战争之后，中俄关系更紧密，但中俄关系也微妙的变化。这2年，中亚地区，因为中亚是中国的这个边境嘛，光哈萨克跟中国的边境交界就蛮长一段呢，对不对？哈萨克是蛮大的国家，在这个区域，全世界最大的内陆国，所以人口跟台湾差不多。但是呢，石油、天然气的产量非常高。所以2013年的时候，习近平就是在哈萨克宣布"一带一路"的所以从2013年开始，整个中亚地区、整个上合地区的这个"一带一路"是带来最多的这些经济跟基础建设的。所以我看了大陆的媒体的报道，他们去整理西方媒体在去年到今年对于上合会的报道，其实经济的层面高于安全的层面的议题，所以才会吸引这么多区域之外、中亚以外的国家想要申请加入上合会。它已经变成一个带路的，就"一带一路"的带路的这种所谓，就是说一个区域性的这个组织了。那这就意义不一样咯，因为它事实上在这一次连续几年的谈的议题，都是以数字经济啊、低碳啊、绿色啊这些问题为主轴。它没有错，它早期是反恐，后来变成安全，然后呢变成经济合作。那经济合作谁在主导？"一带一路"的提倡国中国的主导。所以各位了解我们现在看上合组织，不要从西方的这个30进来看，纯粹这个就是一个地缘政治战略对抗西方的其实它已经改变，不只是地缘，也改变了国际政治经济的架构了。好，来请教将军。我研究各国的阅兵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俄罗斯的阅兵。俄罗斯阅兵的时候有一个特色，我想大家都注意到，他这个大阅官一定会哇啦哇啦哇啦讲一些俄语，然后完了以后，大家底下所有人一阵欢呼。你知不知道他在那个大阅官在讲什么话？你知不知道？翻译成中文就是"再选5岁不"，然后大家就呜啦，乌啦，呜啦，开玩笑讲，冷笑话一则。这俄罗斯的阅兵嘛，他已经乌啦，5岁不乌啦我特别要讲，其实每个国家有每个国家国运。那今天来讲，这个我特别觉得说，中国大陆来讲，他们国运特别好，因为俄乌战争的关系，以前中亚这个国家，中亚5国来讲的话，大部分都是属于苏联的这个联合的苏联时代的一个组织的一个国家。那时候平常讲是比较偏向于俄罗斯。那在从满清的时候，中国示弱嘛，那俄罗斯当然就向东扩，然后这个中亚5国的影响力当然是归俄罗斯所有。但由于这个俄乌战争这个开打之后，那现在来讲的话，一直到去年2022年，去年的时候，2022年哈萨克自己本身国内发生这个暴动的时候，他找谁来帮他平乱呢？是俄罗斯来帮他平乱的，所以他的安全他必须要依靠俄罗斯。但这次很明显的看出来，就俄罗斯自己应付俄乌战争，已经在那边来讲，这个已经没有多余的余力来照顾中亚5国了。他势必来讲跟中国要取得一个和谐。取得一个这种密切的一个合作，那中国也利用这个机会进入到欧亚5国，利用上海组织这个团体。那我们很明显看到几件事情，具体来讲，比如说第一个，哈萨克来讲的话，他在那个地方成立霍尔果斯口岸，然后用陆上的港口来跟
这个哈萨克做贸易。另外，中吉乌铁路通车之后，所以我们看出来，中国利用这次俄乌战争来讲的话，它的势力、它的影响力已经进入到中亚5国。那对他们来讲，我觉得这是俄乌战争对中国是一个很好一个国运的一个开创的时机。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好，马上来关注哦。现在美日韩是不是难兄难弟啊？因为现在美国国内都普遍有这种换掉拜登的这样的一个诉求啊。换掉拜登，谁来救援呢？啊，他们之前就是很焦虑这件事情。难道要找那个会一直傻笑的贺锦丽吗？难道还有其他人吗？纽森现在也好像这个知名度也没有到拜登那么高，不知道该换谁。终于出现了新的救世主出来了。有一个消息说，蜜雪儿就是奥巴马蜜雪儿奥巴马了，他的这个支持度到了50%哦。最新的这样的一个民调发现说，可能这个蜜雪儿是大家的众望所归，因为这个奥巴马没有办法再选嘛。那如果现在要派出来能够打败川普的人，他比起川普的支持度还来得高哦，所以显示出来有机会。这个蜜雪儿奥巴马会是这个取代拜登的人选吗？那时间倒转一下哦，之前其实2024谁选总统哦，华邮的这个前10名包含了拜登啊，还有这个运输部长啊，还有贺锦丽哦，感觉上面好像后面就是知名度是落后拜登一大截，就是你真的要取代拜登也有点难。那现在目前网媒还有爆料，就说其实这几次看到这个拜登的造势场合上面，都只有看到奥巴马，没有看到这个蜜雪儿出现哦。原来是说有知情人士讲，因为这个蜜雪儿对于拜登家族去伤害他的这个闺中密友。这个也就是杭特·拜登的前妻感到很委屈，所以他不愿意为这个拜登连任站台。那的确，很多人希望这个奥巴马再出来，所以又把这样的一个支持的声浪可能就转移到这个蜜雪儿身上。有没有可能真的换人呢？现在我们持续关注。那再来，拜登啊，他也是找尽理由他说：“哎呦，我这个辩论会失常。”他说这个理由是你知道我非常聪明的我是决定到世界各地旅行2趟，在举行辩论之前穿梭了大约这个100个时区，那就是因为我没有听进这个幕僚的建议，所以后来差点在辩论台上睡着他说这不是借口，这是一个解释那理由很多变白宫一开始说他重感冒，那幕僚是说这个太认真准备，他的第一夫人吉尔是讲说不舒服，感觉不太好，那拜登是说有时差，反正就是有千百个理由啦，就告诉你说，他是失常，他是那个本来是很聪明的，应该可以表现很好的，真是如此吗？那没想到现在这个拜登又有出现突袭的状况，他就讲说，就是民主党是不是要换人战川普？就拜登就突然现身内部的这个会议，就喊话军心喊话，就说我正在竞选，我是民主党的领袖，没有人可以把我赶走。竟然有这样的事情，被人家爆料出来。那他现在当然就是因为他自己要稳住他内部的这样的能够出来竞选的这个主导地位，所以他要开始又要对中国大陆下手嘛。现在要转向对于起重机，就是我们在讲的龙门吊要开始加税25%，加很重。结果美国的港口先跳出来反对因为业内人士讲说，你这个关税计划会增加美国港口大概1.3亿美元的额外成本，将会导致呢在加拿大、墨西哥等北美这些港口的竞争当中落于下风。彭博就报道，像是这个加州佛罗里达州这些港口他们上个星期还特别就是致函去给这个戴奇讲说，这个中国大陆的起重机在美国市占是高达80%，没有任何替代品你现在要变成你要禁止或是要加关税的话，这对我们来说负担太重了，希望能够取消或是推迟这样的一个关税计划。那每一次呢，其实美国祭出这相关的制裁最后打到的都是他自己。比方说他现在一直要围堵比亚迪，可是比亚迪的销量还是照样下叫根据市场调查，他们2023年呢，全电汽车全球销量已经突破1000万辆，而且比亚迪的这个 BEV 的销量甚至也已经超过了特斯拉整体来说，它的这个
6月份呢，售出了34万辆车，比起5月还成长很多，比起去年成长了35%之多。就是说，它的这个市场并没有因为你的围堵或者是这个制裁而使得它的销量往下啊。那跟着美国禁令的一些盟国，比方说日韩，看起来也惨兮兮。日元现在狂贬到38年来的新低哦。那还有日本的评论家讲说，现在在欧洲街头已经很少看到日本游客了，观光景点也看不到日文导游了，就是日文已经不太会是一个主流会出现在观光景点必须说明的，因为游客太少。那所以它是不是日本已经被外国视为最贫穷的国家了呢？那尹锡悦同样是逆风哦，现在有将近快100万人联署要求要弹劾尹锡悦，主要就是因为他有这个干涉这个陆战队士兵溺死案的调查，还有第一夫人涉贪嘛，拿名牌包，那还有现在两韩的局势很紧张，以及呢太过亲日，没有去阻止日本排放福岛的这个核污水哦，所以看起来这个尹锡悦非常的就不得民心啊。那还替他太太讲话哦，讲说，哎呦，他去收包包哦，原因是因为他不够冷酷无情啊，没有拒绝人家，这是什么理由啊？难怪这个会被人家弹劾哦。所以人家讲说，会不会尹锡悦接下来变成这个朴槿惠，或者有人念朴槿惠哦的2.0版本呢？他当时也是有这个被弹劾嘛，那后来就被收押了，甚至还重判了24年，一直到特赦哦。该不会这个尹锡悦也要踏上这一条路吧？那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介老师怎么看这个所有这个美日韩难兄难弟？对，其实美日韩这个都是难兄难弟啊，最危险的还是韩国总统。韩国总统啊，历来啊在任内被暗杀的啦，然后呢，后来被这个软禁的啦，然后退休以后呢，被关到监牢里面啊，那被关监牢比例大概差不多快80%了。对，那好像还没有记不得有哪一个，现在那个谁文在寅还怎么样？还算比较好，还没进监牢了，这会不会进还不晓得啊。所以我觉得韩国总统是全世界最危险的工作。那现在这个尹锡悦最近一次民调是多少呢？支持率21%。哇，这个总统怎么干呢？21%，然后国会大选他又输得很惨。他这个总统现在我觉得基本上大概很难做事了，只能作秀。他又跑出国了。那么他反正上台有很喜欢出国，都花公款。那不过他真的也蛮天才的，我也觉得他也算是天才型人物啊。太太收礼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他太太不够冷酷无情。我老天啊，搞了半天人太好才会收礼物，才会收贿，都是送礼不错。那收贿的都是好人，就意思就是这样啦，就是而且不是普通好人，都是温暖的人设，才收了。对，就是受贿赂这种犯罪行为，是因为这个人都是好人，而且不是普通好人，还是特别的好人，大好人。哇，这个检察官出来这个法律哈，这个见解啊，对事情的见真的是高人一等哎，因为不够冷酷无情才会收礼。哇，民进党要赶快学起来，你们也收了很多礼啊。是因为你们不够冷酷无情。我们台湾真温暖啊！对，这个我觉得尹锡悦真的是还是算是有特异功能啊。那日本的岸田也很危险，他的日元挡不住。我记得上一次突破160的时候啊，1比160的时候啊，日本央行拿了550亿美元卖美元买日元啊，买了515亿元。好像看起来很大，日本有1兆2000亿美元，他拿550亿来救日元有什么不对？结果第二天美国就警告他，耶伦就警告他，所以这次已经跌到已经往165关卡，他都不敢动。所以日本啊这个国家啊，如果再不硬起来的话，真的碰到美国就变成软趴趴的话，他这个国家是大概没什么希望了。好，来问杨老师，那个翟轩，我教你一个单字。叫 polycrisis，P-O-L-Y crisis C-R-I-S-I-S， 多重灾难。这2年呢，全世界都在讲这个概念，多重灾难4个层面：政治、经济、国际到气候。政治指内部的选举制度开始碰到严重危机；经济各个层面，尤其是资本主义之下的不平等。
然后呢，国际那当然最主要都是战争啊，气候变迁，你不要说，我们现在出去还得了？这改变不只是人的心情，整个改变全世界，多重灾难到处都是，这个世界非常不安稳。可是，在这个政治层面呢，民主选举制度现在碰到严重的大的问题，我必须要讲，因为现在这种选举制度演很大，哦，然后呢，可能稍微有一点名气的人或进入到政治里面，不断的在演，可是事实上都是低能的精英，我还叫他精英呢，因为毕竟他是这个决定这个社会权力分配、价值分配的关键决定者。可是呢，他往往能力不高。最近哈佛大学有个教授，记不记得提那个修习底德陷阱的Allison，他一篇文章最近就是在指，他比较新加坡跟美国，他说到底哪一个比较好，制度比较好？最后他的结论，如果一般的美国人一定会选择新加坡这个制度，他从3个层面：第一个，民生的富裕与平等；第二个，政府的治理能力与效能；第三个，政治自由、公民权利及人民对政府的满意度。各位，他用了好多指标哦，去看，现在的新加坡比美国好太多了。哦，他字里行间其实都不断的告诉我们这个事情。所以，到底新加坡的制度为什么会好？它也是选举制度，但是它有很特殊的环境。所以现在你看美国、日本、韩国，我们台湾，德国、英国马上今天选举要出来了，工党要上来，保守党要下来，对不对？所有地方的选举，不管你是总统制、内阁制，一阶段的总统制、2个阶段的总统制，都是如此。哦，这个制度现在出了问题了，出现出有能力的人不愿意到政治里面去了嘛，因为是个大染缸嘛，而且要演嘛，媒体的关系民粹是不是解决眼前的问题？没有格局，没有视野，没有战略，而你不幸的是碰到这个全世界的 poly crisis 多重灾难，政府的角色已经弱化，所以社会民间的角色又必须要提起来。可是呢，政府又喜欢去掌握这个资源，不让民间、不让这个社会有太多的这种影响的空间。为什么？因为这些政治人物进去好不容易有这种掌握权力的机会，他当然要透过法律政策、贪污也好，我们在台湾你看到，他要掌握那个最后的一个决策者嘛，对不对？他要有利于他自己的政党、派系、家族、个人，否则他为什么要搞政治啊？为了国家，为了人民，为了世界大同，你已经笑起来了，对不对？好，来问将军。我觉得这次川普来讲哈，我们都讲拜登在这个双方辩论的时候，很明显居于弱势。其实川普这时候这2天很高兴，为什么？从上个周末他去打高尔夫球了，他为什么那么开心呢？因为他有2件很开心的事。第一件事情是，这个他在辩论会上面确实让拜登这个战胜了拜登。第二件事情，他还有一个好处，他美国的最高法院裁定他有关于国会这个暴动的事件，然后已经裁定再发回更审，也就是他在选举总统之前，11月5号之前，他可以说没有任何官司，可以说是一帆风顺，天气晴朗啊，可以迈向他胜选之途。那如果说是要换拜登来讲的话，其实昨天我也讲过，觉得蜜雪儿是一个人选，但是我认为说是没有那么简单，因为美国的选举就像刚刚杨教授所讲的一样，他不是一个人出来选举，而是说是一个家族、一个企业，它包括多少人的募款，包括整个的团队。你这个时候你突然要换一个人，那多少有几家会掉眼泪，几家会笑，其实我们可以预测得出来了。所以说，当美国像这种选举制度，你要临时去换总统来讲，换候选人来讲的话，对他们很多人来讲就是一个很大的灾难。那民主党这是很明显的，我相信在9月份的时候，这个第2次的辩论，拜登只会更糟糕，绝对不会比这次更好。就算他说这次检讨出来有千百种理由，对不对？但是下一次来讲的话，我相信他站在那个台上，因为你年纪大。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前大时间问集，翟轩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文化大学讲座教授杨永明，
早上好，大家好。退役少将李正杰。早上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立刻来关注这个澎湖渔船的事件的后续。民进党是不是缩了呢？因为这个抗中保台现在喊起来，感觉喊假的嘛。那看一下这个事件现在目前的状况哦。因为国台办讲说将会依法规来处理哦，因我渔船违反福记休渔规定哦，那违规进行了拖网作业，大陆海警是正常执法，有关部门将会依法依规处理。那大家有没有看到关键字？因我渔船，所以这个大境满已经被列为就是台湾是中国大陆的嘛，那他们是这样子认定，所以大境满就是我们的渔船，这个是违反了福记休渔的规定哦。那的确，大陆的渔船在这段期间之内都没有去捕鱼啊，就只有这个大境满去捕鱼哦。那不行，依照我们的规定啊，这个渔业的规定就是不可以的。那大陆依照了大陆的国内法来处理，并非是越界的方式来认定这件事情哦。那这个赖清德会有所反制吗？那人家去问了这个陆委会梁文杰怎么回答？记者问到说，请问目前的进度是什么？让人傻眼这个梁文杰竟然说，因为等一下立委也会问哦如果我现在跟你们讲完，等一下立委问不就他就没有讲了，意思就是说我还要再讲一遍哦。所以面对媒体是用这样子的态度，这个你不怕多说明的吧？大家都很急于了解现在这个状况，你跟立委说可以说更详细啊？怎么叫做我现在不跟你记者讲因为我等一下要跟立委要再讲一次，这怎么是一个做官的态度呢？那再来看一下，现在目前大境满被人家拍摄到说，到了这个泉州围头港的照片呢，有民众拍下来，他现在已经被这个带回去了，这个大陆的海警登检之后押回，目前扣留在这样的围头港内呢。那旁边还有一艘14079陆方的海警船紧贴在看管着。那金门的海巡队在3号则是正常的执勤出海的巡航，不过仍然在社群这个软件里面，群组里面提醒钓客要注意大陆的海警的第3号令，切勿出现作业啊。那这件事情后续的反应，大陆的网友是一面倒，他说该抓啊，我们大陆的渔船也都认真遵守这个福记休渔的规定啊。那还有说马英九时期扣大陆渔船有10856艘，蔡英文时期扣了403艘还驱逐了9000多艘。那我们的渔民太憋屈太惨啦，所以他们就觉得说这应该要这么反击是没有错的。那再来台独金孙，现在是不是也让这个美国有一点担忧美国国务院赶紧出来喊话说我们有关注到这件事情的发展，那希望双方呢能够保持开放沟通的管道。米勒赶快来喊话，就说要以和平的方式来解决这件事情啊。那到底是不是我们进到了内水区域？军事专家张晋他讲说这可能有必要保持住这个模糊的必要性因为如果马上就定掉内水的话，可能对于日后会有一点麻烦。他说确实呢是有在这个比较靠近的地方啦，但是处理两岸问题有必要保持模糊的必要性。那另一位军事专家接种就讲说，现在大陆海警恐怕下一步不但可能会继续对于台湾的渔船来这个登检那还会就是受国军雇用执行外离岛物资运补的人员，交通的这个军租商船呢，可能都会成为解放军海上执法单位的一些目标。大陆的学者讲，其实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来自于这个2月14号这个金门撞船事件，再加上520新两国论，两者加起来的发酵，使得现在目前两岸的关系更加的紧张那就是你这个撞船事件到现在，2位渔民的大体都还没有让人家带回去。那再来赖清德上台之后，看起来也不见和缓啊，还说这个两岸互不隶属赖清德不收敛大陆也不会手软的。还有，这现在无人机不断的去到了这个南竿机场起降，马防部怎么因应呢？那他讲说，这个勤监侦系统都没有均能够充分的掌握，那会视这个威胁的程度来适切的应处作为。结果人家讲你就盘旋20分钟都抓不下来啊！到底民进党的红线到底要缩到什么样程度？每次在那边我们会要守住，结果好像真的发生事情的时候，民进党又有另外一套说辞还有一个独家消息是说，我们台湾的海豹陆战队
爆破中队哦，传出将要被裁撤了，怎么回事呢？因为有这个台湾海豹部队美誉的海军陆战队2栖侦搜大队水中爆破中队哦，因为传出内讧，加给不公哦，那这些人为的因素，所以明年初将要被裁撤了。那兵力要打散并入到侦搜中队哦。那其实这个退役的官兵就爆料，他说海军陆战队的侦搜大队现在面临到组织重组，明年规划这样子并入到海军的滨海作战指挥部，将要解散。他说这其实很可惜啊，这样的状况其实。这些就美军顾问都讲说，协助建立了70年的3栖战力哦，一夕之间就要瓦解，实在是难以理解这种自废武功的不当作为。还有这个中美的第一岛链战火，解放军的海警呢，接连158天有进入到，其中有16度进入到这个冲绳，还架了这个机枪的重兵器哦。根据日本的官方。他们的统计就有发现到这样的情形。那不止如此，还有在这个钓鱼台这边，日本也说，这个大陆的海警船也进到了我们的这个区域里面来啊，这是日方的指控哦。那当然，现在目前日本跟中国大陆的关系也因此是现在显得有点紧张哦。那还有川普的前国安顾问说，大陆正在彩排攻台啊，他说美方应该要协助坐滩军舰。这个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博明讲的，他说中国大陆正在利用菲律宾的南海对峙作为攻击台湾的彩排演练，也就是菲律宾其实是一个烟雾弹，重点还是在台湾嘛。这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杨老师，杨老师怎么看我们这个澎湖渔船事件？这个大金满88号，大陆这边根本不认为它是越界捕鱼，它是越界没有错了。如果在过去的话，其实我们在金门这边画的禁限制水域是离金门距离17.5海里，结果它距离23.5。然后呢，当然因为大陆在1998年划定的领海直线基线它因为画了大概有77个领海基点，因为它这个海岸线比较曲折，所以它就设海岸这个领海基点。画下来之后，我们的金门马祖事实上是在人家画的这个领海基线里面，但因为两岸关系的复杂性，对，我们在1998年也定了我们自己台湾跟澎湖这边的领海基线，可是呢，在金门马祖那边呢，就做了一个禁限制水域17.5海里，这艘渔船离开了禁限制水域范围之内，当然也其实是在大陆画的领海基线的内水之内。可是这个都是我们从台湾的这个角度以及从法的角度来理解，大陆不认为你是越界捕鱼，大家你要理解，他认为你是什么？你是违反这个休渔禁渔的命令，而且你在做拖网式的捕鱼，危害了渔业资源的保育，你必须要讲，同一个时间好像不止这一艘啊，有几十艘船在附近啊。那当然这一艘可能他认为情节比较严重，然后开始针对进行就是说这个登临，我们海巡署上去做，希望能够去做这个带回。过去2003年到现在为止，连这个大金满88号有18艘被大陆的海警登船临检，那很多情况是让他比如说罚款，那海巡署船让他带回去，也有一两次带回到大陆。这一次呢，就怕把它带回到大陆。大陆很清楚，就说你这个是违反大陆禁渔的这个范围，因为他认为这已经不叫做是什么台湾你的，还这边是我的，不是这样子了。这个关键就是从214这个事件之后到赖清德，两岸这个问题大陆已经把整个区域视为一个执法区域，而你违反就是渔业保护的这些规定。它的渔业保护什么时候开始的？各位，你大概难以想象，1995年就开始。5月1号到8月15号这一段3-4个月的期间，从东海这个黄海、渤海、东海到南海12纬度以北的，它都要保护这个渔业，避免渔业资源这个枯竭。我们台湾有没有？如果有的话，请你告诉我，请你留言。我们台湾四面黄海，我们自己对渔业资源保护在哪里？渔民懂不懂什么叫做尊重人家的法律，尊重渔业资源的保育，还用拖网去拖？那这里必须要提到的如果你还是尊重过去的两岸架构，也就是《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啦，对不对？
我们那个禁舰之水域就是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之下所划的，所以过去大家有一个模糊，然后呢相互的尊重。哦，你真的太违反了，太超过了，他才会警告、罚款，或者要你拖走，或者是把你带回去。这一次呢，我觉得很清楚，214之后，这个520之后，他就认为那整个区域都是他执法区域，那你在这个破坏渔业保护啊，所以呢，他就把你带回去。那现在，那台湾这边当然没有办法了，因为这个我们理亏嘛，是不是？不管是从你自己、我们自己的角度，他去越界，还是说大陆的渔业保护，你自己理亏嘛，对不对？所以回到两岸架构，我最后要讲，我们这边做的这些这个整理哈，你用的《自由时报》这边引入日本这个说法，这不太对的啊。有什么中国大陆入侵日本领土？那你不是我们主张中华民国领土领海吗？钓鱼台是不是？而且这个区域事实上是有争议。然后呢，这个日本这边的一个说法，你不能就这样子直接的说是日本不断的指控中国大陆这个海警船的这个侵入，然后好像把这个事情闹得很大，这个海警就等于是军舰，所以呢要在第一岛链发动怎么样？这东西你看像后面那个博明就讲类似这种情况，这不怕不断的在点火造成的这种影响，我们台湾的媒体也必须要有所警戒。好，来问一下将军。我昨天没有看，不知道，原来昨天海巡署一公布以后，一看吓一跳，为什么？吓鼠宝宝了。这个我们金门居然在人家内水区里面，我到昨天才知道这件事情。所以内水区后来我去查是什么？内水区也就是说是海岸低潮线的连线叫内水区。那从内水基线开始往外推12公里才叫领海。那今天来讲的话，金门居然在人家内水区。如果说是我用比较通俗的来比喻来讲的话，领海你可以当作是院子啊，人家院子。那内水区就代表什么？已经登门踏户，已经到人家客厅里面，叫内水区。那没想到我们金门居然在这个大陆的内水区里面，而且这个我们等于在人家客厅里面，对不对？盖一个机枪堡，然后跟他们讲说，你们这边是我们机械制，你不可以。虽然说到你家来，可是你不可以进入我的这种势力范围。我觉得这真的是吓死人的。那现在代表什么呢？代表从这个渔船事件里面，我们可以解读成什么？这只是刚开始而已。后续来讲的话，它势必来讲，因为这是人家的内水区，它势必会对所有船只合法也合理的登船来临检。大家要知道，在金门来讲，总共除了大金门、小金门之外，还有7个离岛，然后在马祖也有高登、北竿这些小离岛，高登、亮岛这几个小离岛。那这几个小离岛，平常来讲的话，运补官兵休假要回家，大部分都是用租用民船的方式来运送。那当然，如果说是有军需用品的话，包括弹药啦这些东西、油料这些东西，就用海军的登陆小艇来做运送。那现在如果说这个地方是属于人家内水区来讲的话，它就可以合理合法的对这些运输的这种渔船来讲或者是租用民船来实施登船临检。那登船一次临检还得了船上面有我们官兵在上面的，有我们要买的菜在上面。那如果说一旦被扣押的话，官兵吃什么？所以这真的是非常危险的事情。那第二个，我们看马祖这件事情马祖其实我觉得真是离谱到糟糕，因为跑道那个机场是军用跑道，不管是军用或民用的跑道头，一定有跑道，一定有机枪哨在那个地方。因为如果说是敌人要利用这个跑道实施空降，或者是机降，或者是运输兵，用运输机直接将这个敌人的部队运送下来的话，直接用跑道降落是最快的。所以说，为了防止敌人做这种突袭，所以在每个机场的跑道头，我们都配置有这个机枪在那个地方待命，而且这个机枪一定是24小时是最高警戒待命的位置。那以往来讲的话，这个机枪不但要放在那边，而且机枪子弹都要随时准备在旁边，因为飞机速度太快。那居然你可以让这架不是民用型的，是军用型的无人机，因为马祖这个南竿距离大陆有将近10公里，它来回20公里，在上空停留20分钟，一定是军规的无人机才可以做到这种程度嘛？那代表什么？我觉得很可能是这个跑道头的这个机枪哨的卫兵睡着了，然后所以根本就一点警觉都没有。不然为什么会毫无作为？你这个东西合理合法合情，如果按照顾立雄来讲的解释来讲的话，这时候就应该勇敢的发起第一击，将它击落嘛。因为是军规的，你将它击落来讲的话，我相信对岸也不敢讲话，因为你是军人，你是军机过来的话，对我来讲就代表有敌意。那既然这个金马外岛地区不能战、不敢战、不会战，那就撤军回来算了。
你撤军回来到台湾来讲我们台湾现在反正兵力也不够，将这些外岛的兵力撤回台湾来，还可以增强台湾的兵力。不然的话，从这次渔船事件，渔船渔民已经被这个牺牲了，接着下来是不是要把金门的官兵被中共当人质扣留在那个地方？到时候我们台湾的这些官兵的家属心里头作何感想？好，来请教介老师。其实这次我们这个澎湖的渔船啊，被大陆的这个海警啊扣押，对吧？这个已经造成澎湖渔业界的民怨高涨。所以呢，民进党选出来的澎湖地区的选区的立委叫杨耀，他出来大骂行政院。对，他是民进党炮轰民进党。为什么呢？民怨高涨。他如果说他这时候不站出来，站在这个渔民这边的话，他明年下次也不用选了。所以民进党现在在炮轰民进党，可见这件事有多荒谬。杨耀怎么骂？杨耀说他说我们这个行政院不管是渔业署还是海巡署对于台湾渔民可以捕鱼的安全范围有2套不同的说法。渔民不知道何者是从，所以呢根本不知道哪里是安全，哪里是不安全的。说这个行政院根本就误导，是怎么样罔顾怎么样我们渔民的安全，对啊，他点出来了。因为这个渔民现在过去他们这次在那边捕鱼的不是只有一个大进满有40艘渔船，昨天晚上又去了一次，又被驱离了。那个是很重要，现在是小管季那过去都可以，对啊，现在就出现这个问题了。那很多澎湖的渔民，我看接受访问的时候就已经开骂了，他说214事件把人家渔民船撞翻了，然后到现在这个尸体也没有还给人家，还在跟人家就玩 gay 就是在那边吵架，对人家那么强硬，对不对？天天讲这个讲那个，对不对？根本就不顾我们台湾渔民的死活对。那现在不能捕鱼了，结果他们又拿不出任何办法，我们人都被抓了，他们人也没办法。然后呢，你知道报道说国安人士现在怎么说呢？国安人士说，我们确实有违反他国规定的风险，意思就是说这是你渔民自己犯的错。现在跟怎么样出事了，跟渔民划清楚界限了，所以连杨耀他都要出来骂民进党这个政府了，对不对？你把这个渔民的过去可以几十年来可以捕鱼的渔场，你给他搞没了，就是因为你赖清德天天找对大陆强硬什么互不隶属，对你讲有什么用？你讲了台湾有变成老百姓有更多的福利吗？对不对？台湾有更多了不起吗？没有你天天讲，现在澎湖的渔民付代价了，鱼也捕不到了这传统渔民，我们渔民在那边捕了几十年没事不但不能捕，现在船也被抓了。然后你说这是你们渔民自己的错，对，那渔民怎么吞得下这口气嘛？都是你把我们这个生计搞没了，你现在还说是我们的错，然后呢？你要去救吗？现在基本上你渔获没有了，渔具被没收，你这渔船会不会被没收还不知道嘞，还有可能判刑入狱大陆在处理这种你在服渔期你去捕鱼的，它有一定的规定所以你看看这个民进党政府真为台湾人争取福利没有替台湾人怎么讲呢？替台湾人惹麻烦，把你的生计都给搞砸了那可是一流的能手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